刚才讲了，前2个礼拜全台湾的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们的棒球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整个国际其实风起云涌。这个刚才讲的，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货轮伊鹏3号，可它出现一个非常怪的事情，它怎样？它竟然到了这个北约，也就是到了整个北欧的时候，它突然被包围。它被包围干嘛？整个北约的战舰把它给包围，包围它发现干嘛？它去捡海底电缆，它捡谁的海底电缆？它去捡北约的海底电缆，这个东西是犯大忌的，就代表现在中国跟北约也开干了。对，它那个电缆，我记得好像是瑞典、芬兰好几个国家的共同一条电缆了啊，它把它剪掉，哇，这是天才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剪掉之后，把芬兰、瑞典的地下的海底电缆剪掉。对，然后它没有，它现在目前还不能证明了哈。可是，在当时这个发生事故的那个时间点，唯一的一艘船，就它，就这艘船，没有第二艘船，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之下，风平浪静，也没有任何其他意外的可能性，就这艘船，它不知道停在那边干什么。人家就问你停在那边干什么，他就停在那边，停完了他离开了，那个海底电缆断了，电缆断掉了。断掉之后呢，它不是战舰啊，它有各种这个没有，现在用战舰是比较离谱，好像有一国的军舰呢，但是有一些主要是海警船把它包围起来了，对，不让它离开。然后中间呢，就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可是那个地方是属于举国公海嘛，所以现在瑞典，我记得是瑞典提出要求，在公海包围，就把它包围起来，就在附近嘛。啊，瑞典提出包围，瑞典提出一个要求，说这样子好了，把这艘船呢押回，他愿意把它接收到瑞典的领海。对，这个很恶劣哦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要扣留你，你把弄到我瑞典，到我领海，到我家了，我就可以对付你了，我就上船啦，就登检啦，看你还有什么证据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东西，卫星通通都在啊。对。对吧？这个人你就干这个事情干什么？那当然是帮俄国人干什么修理欧洲嘛。啊，你说中国帮俄罗斯修理北约？当然是修理北约，不然他干这个干什么？他找这个骚扰干什么？就是我们所谓的灰色作战，就是搞这个东西啊。他这是商船，对，干什么军事行为、破坏行为？这是什么名堂啊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？那谁有这个好处？所以他们这种持续不断的，而且过去好像去年也发生过另外一件啊，我忘记详细时间，但这次搞得比较大，对，搞得比较大的被包围住了。所以我是说，这种事情持续在做，那刚好这个时间为什么重要？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俄乌的战争的整个快速升高，没错，包括俄罗斯开始打这个所谓的假核弹，就是它的 ICBM 的那种仿的这个什么 ICRM 什么玩意的，洲际弹道飞弹，就发射弹道飞弹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弹道飞弹打出来。所以整个大乱的时候，他们也进去缴获，所以我就感觉客气，但是没再客气了。那最后的结果，我知道这2天我没有看到消息了，但是我认为欧洲不会放过他。欧洲不可能放过这个事情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欧洲跟中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，这个敌意越来越深了。不会啊，每一件都单一事件啊，因为他这个一定是帮俄国人干的，他一定会赖皮啊，他可能东西丢到海里面去了，因为他工具他是从下面挂掉嘛，他一定是他那个方位要很精准嘛，他经过海底电缆，海底电缆一定是找一个比较浅的地方，他过去的时候从下面整个用钩子把它勾起来，把它剪断掉嘛。用带鱼的一加一带，那个很迅速的就把它干掉了。在海底的东西非常容易处理，但是会干这个事情是高度的恶意，就是摆明了就是俄罗斯这个主导要这个中国的货轮去破坏这个欧洲，这包括北约的这个电缆嘛。那这个东西是非常，这是等于是准军事行为了嘛？对，那等于侵犯我的实际上我国家的资产呢。对吧？哪有这种干法的？对，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就不断的在不停的地方，不断的在提高这个所谓的俄乌战争间接直接的升高这个所谓冲突，就各种冲突的可能性。不对，刚才就是现在中国因为这个海底电缆的关系，现在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紧张。另外就是全世界都注意到，川普上来了以后到底如何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什么？他说川普2.0会让中国的经济崩盘、社会动荡。
有这么严重吗？对，川普的政策现在是真的叫无差别攻击，只要中国来的产品，我全部都挡，而且甚至你绕到墨西哥、绕到越南这些东西，我都要检视你有没有洗产地。所以很多商品，川普都喊出来了，要课68%的关税，甚至如果你去支持人民币国际化，我要课100%的关税。所以是无差别的，不管你什么商品，我就要挡。所以这个我真的完全会对付中国。所以刚才讲到，本来中国一直都以这个美国为最大的市场，我现在要把这个美国最大的市场完全封锁掉。所以这如果川普2.0打下去会怎样呢？可能整个中国的经济 GDP 要少2.2%，所以会有500万人，甚至很多中小企业都要被倒闭，都要倒闭。500万人失业，他现在已经有1000多万青年就业，都找不到人，1000多万人，所以他社会会更加动荡，然后薪水要掉8000多块，听起来不多，可是他的人均所得才40万台币，每年还要少8000多块，很多人会很痛啊。可是川普2.0进来还是无差别攻击，这2天还怎样？CES 展中国很多商品都要去参展，也就是美国1年1度最大什么？它的这个所谓消费电子展，消费电子展中国进来，我就是透过这个机会，让你美国的买家看到，让你美国的买家看到，我才能够进到了美国去。现在刚刚讲到的，我这个 CES 展里面有1000多家的中国厂商，我现在居然把这1000多个这个中国厂商，我的签证不给你，对，这从来没有听过，竟然现在我们都准备要参展，甚至台湾很多记者都准备办要去美国，这个展非常大，非常重要，全年做生意就看这一年，要卖到美国就看这一年。过去从来没有过说你现在办签证，美国人竟然都不给中国人签证，中国企业都不给，甚至更好笑的是，你告诉他说我有邀请函，结果90%被拒绝啊，这还不好笑了。再来是墨西哥竟然做了什么事，竟然荷枪实弹去查义乌的商品城，从来没有看过说派了一大堆军警进来去抓假的 Hello Kitty、假的迪士尼，这从来没有看过。可是他总是一件事情叫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中国有句话叫山不转路转，你今天如果封锁我，我就到你的周边去。结果我才发现，原来中国的义乌很多跑到哪？跑到墨西哥这个地方，而跑到墨西哥这个地方，然后讲他就是用墨西哥生产的名义进到了美国去。以前墨西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完全不在乎。结果现在川普讲说，你墨西哥我要给你科60%的关税，这比要科中国的关税还来得高。墨西哥的总统就吓到了，墨西哥的总统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川普说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两个人通完电话的时候，你现在看到刚刚的墨西哥就派出他最强的特警部队，特警部队直接冲到这个地方，被认为什么？墨西哥的义乌开始一箱一箱的查，一箱一箱的收，这一箱一箱的查，一箱一箱的收，它是真的是中国来的，不让你参加 CES 展也就算了，既然这个很可怕，这样 SSC 特警再来是海军陆战队，你看那个背心，你还以为是墨西哥在叫毒贩，你因为看美国电影，你看这里搞了好像贩毒一样，其实这是2022年才盖2年，叫做中国的义乌商贸城，其实有16层楼高，里面大概有1000多家的中国业者在里面卖什么？卖小商品，锅碗瓢盆，各种耳机、消费性电子的产品，人很多，一个月有4万多个人客户在那边，光收租金有1亿多人民币，结果竟然进去抄什么东西？抄假的 Hello Kitty， 假的漫威。对，要做的是什么？查了26万件呢，26万件商品，所以才讲说这个是墨西哥给川普的投名状，就是告诉川普说，我这些锅碗瓢盆，其实义乌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前店后厂，就是你前面你要买1件也可以，你要买1万件也可以，我义乌商人都可以提供。所以它出口金额有多少了吗？今年前3季有4400多亿人民币。跟台积电前3季的营业额一样多，所以义乌商人厉不厉害？义乌商人代表是中国制造，中国做的产品，我全世界都可以应付。所以刚才讲，他那边也有玩具反斗城，那里也有所有的家电，我这些不管你是玩具反斗城什么，我全部抄了。刚才讲，这是墨西哥的总统，现在墨西哥的总统跟川普是完全配合了吗？所以抄玩具反斗城竟然是特警进去，你还以为里面在贩毒，其实不是，都是假的商品。但是要打的是什么？打的就是中国制造。我要有一个决心，是我不让中国贸易2.0，我不让中国产品连这种锅碗瓢盆我都不让你卖进去，这才可怕。这个叫天下为公，全天下都在围攻中国制造啊！但国仔，你刚才讲，现在当全世界天下围攻去围堵中国的时候，台湾变成他们一个出海口。他们现在我看了商周才知道，淘宝强袭，竟然他们大举的把东西弄到台湾来了。你知道他今年广告预算用多少钱吗？用了20亿台币。很多的淘宝，我们采访的时候，很多淘宝的工作人员说什么？我申请预算的时候手都会发抖，因为大手笔拿20亿进来，20亿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
是统一集团买网络家庭30%的股权，才20亿。可是淘宝1年的行销费用，光今年还不是1年，今年打这个双11，他花了20亿台币，做什么事情？去告诉你，我全部都补贴，补贴什么东西最多？家具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卖家具吗？他告诉你，你在中国，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中国的家具，我可以卖到你家，补贴没有运费，这代表中国制造可以马上运到你家，这才厉害。我在台湾买家具是买中国的家具，然后中国漂洋过海运到台湾，还免运费，免运费补贴税20亿发在哪里？20亿发在行销，让台湾人知道你以后可以买中国货，连家具都可以买。你如果家具都可以买，还有什么东西你运不过来？对，台湾完全不设防，而且他还梦想说，你说台湾不设防，台湾没设防啊！你看它家具比重超过50%啊，家具都运过来，金流、物流全部都。我不是有黑熊学院吗？我不是要抗中保台吗？那现在在干什么？客户增加3倍，营业额增加35%，花了20亿，人家统一是买了永久的股权。他光广告预算花20亿补贴这些钱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打出一个出海口。因为中国制造出了大问题，我如果没有杀出一个重围，中国人会就杀到台湾2.0下来500万人失业，那杀哪里？看到哪里有机会就杀哪里啊！台湾管你 PC Home 从500块掉到38块，虽然已经很惨了，但是在我的眼中，你还是一个可以杀的地方，所以就杀进来了。卖家具啊，家具都能卖进来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卖不进来？好，宇轩。该讲的这2天有一条新闻把大家都跌破眼镜了。什么叫跌破眼镜？导播看，今天就有一个人说，他搞了一个装置艺术，搞了一个艺术了以后呢，在这个墙壁上面买一个香蕉贴起来，贴起来以后卖多少？卖2亿元。2亿元卖了以后，知道怎么保存，怎么处理？不用保存，也不用处理，这个买的人现场把香蕉吃掉了。对，宝来跟我们讲，太无情，太过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当时买这个香蕉，我跟你讲，你以为说它是保存很久吗？不是，香蕉它是有所谓的保存期限的，所以他是呢刚好在现场的时候，这个艺术家从场外随便找一个香蕉小摊呢，就跟他买了，买了之后呢，就去现场呢找一个板子，你要去贴下去，biang一个，宝来哥就是这样子，艺术就变艺术喽。结果卖多少钱？卖2亿元台币左右，大概620万美金。所以我讲那个香蕉小贩气炸了嘛。但本来想说这家伙是凯子吗？等一下，他这个香蕉跟谁买？导播看这个人，他是74岁的水果摊阿拉姆，就跟他买这个香蕉以后，还卖了个香蕉，我看1块美金都不到，就放在这个上面，2亿卖掉。他说。我是一个穷人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钱，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一个普通的香蕉上，那这样你疯了吗？我给你买了一个普通的香蕉，我在这边贴了以后我就卖掉，可以去卖2亿元，搞了半天，大家根本怀疑你在洗钱。对，宝来哥他还讲一句话，这个香蕉贩叫阿len说，我只赚了35分，35分大概多少钱啊？大概10块钱左右，但他赚了600万美金。太不公平了！他怎么拿我的香蕉赚600万美金？后来发现说不是哦，因为这个人他在交易的过程中，宝力哥这个620万，请问一下他是怎么用支付的方法？怎么付钱？他用加密货币支付，所以这有问题嘛？就是你今天去一个拍卖场，这个拍卖场竟然同意你用加密货币，而且你看他的身份哦，又是中国人，所以大家合理怀疑一件事情说哦。所以你是不是又在洗钱？他洗钱，对吧？而且宝力哥这个洗钱很高明。第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表面上洗钱，拿一个香蕉卖2亿台币来洗钱？对，高明在哪里呢？正常人洗钱是不是说我把脏的美金拿去洗，对不对？洗完之后呢，变成干净的，然后你再把这个艺术品卖掉。但宝力哥，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我们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？这个香蕉卖不掉啊！这个香蕉刚卖完就马上拍下来就被他吃掉了嘛？它不能保存啊！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真的目的不是要把虚拟货币洗成钱，而是他在打一个广告。这个广告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。我这个拍卖场都愿意让我用虚拟货币来交易，所以呢，你们这些各位，宝杰哥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虚拟货币你听都没听过啦，不是什么以太币，也不是什么泰达币，也不是什么比特币，都不是，他自己发明的币，他本身就是币商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来各位，你看我可以这样洗，所以你们赶快来投资我的币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他花2亿元去买一个香蕉，但对他来讲，他是在干嘛？他拿2亿元来去鼓励大家透过我的虚拟货币来洗钱嘛，这才是真正的门道嘛。所以这个生意划不划算？划算，就是你可以买艺术品，再透过我的加密货币，就把钱洗得干干净净了。对，所以他这是打一个广告，所以才用一个这么离奇的香蕉，这么反差，而且你知道他还多嘲讽吗？因为这个小贩呢，其实他没有像表面上看那么平和，小贩很生气，他的意思说是太过分了，我人生不知道怎么过，为什么这样子，怎么差那么多？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这个孙哥，他知道之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好。
那我跟你买10万根香蕉，10万根，然后到处去发给别人。他说我哪来的10万根香蕉卖给你？欺人太甚。也就是刚刚讲的，我们这个不是所谓的天马行空，因为中国现在这几年来，它什么东西最好？它等于说百业萧条，只有一枝独秀，这个就是就是拍卖，艺术拍卖。刚刚讲这个南瓜，导不看哦。现在中国就讲，现在中国最红的就是一根香蕉跟一个南瓜，而这个南瓜刚刚讲是草间弥生的南瓜，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9年的时间增值了5.6倍。宝那个草间弥生，或许很多人听过，她是日本的一个艺术家，我们大家外号她 AKA 叫做圆点女王，就是说你看她整个南瓜里面都有一堆圆点，但这个东西离奇在哪里？就是说她的作品一堆南瓜，她的作品一堆圆点，但你实在没有办法解释说你怎么有办法在9年的时候把这个南瓜，这是一个画作吼，炒作到说竟然变5.6倍，最后卖到多少？卖大概台币5000万左右，直接把它卖掉。而且更诡异的是什么？来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是在香港。香港拍卖品，宝力哥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这个拍卖会上面它的成交率有多高吗？有87%耶！87%的东西，各位哪有拍卖率？你说这个南瓜要5000万台币？对，5000万台币哦，所以代表一件事情，香港，我请问一下啦，谁会去跟他拍？就只有一种人嘛，就中国人的几率最高嘛，所以对他们来讲说，为什么连这个南瓜都可以不断的炒作成这个价格？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出现一个问题，各位你可能不知道，最近呢几年，因为他们有所谓的限制的关系，每个人呢只能往外输送150万，那怎么够呢？所以为了他们要让大量的资金逃脱到外面去，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？当然就是买这些艺术品，我管你是南瓜啦、香蕉啦，还是青菜啦，还是芭乐啦、火龙果啦、榴莲都可以，反正对他们来讲。只要有办法把钱从中国逃脱出去，什么东西他们都买得下去。